日夜千丝万想，清晨早念文章，10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在节目的开头例行吹嘘一下，本台作为油管的1号国师第一预言家，自从我定性了吃瓜盟主就是一个新兴的邪教以后，中国的官媒开始跟进下场了。到今天最新的进展是新华社出来定性了。我们看看啊，中国的官媒澎湃新闻说，吃瓜盟主所说的什么《红楼梦》索引派是满纸荒唐言，其实这也不是他的创造，而是在民国清末的时期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学上的精神病啊，把《红楼梦》搞什么索引派。还有包括光明网也说了，什么《红楼梦》是道明之作啊，别让经典在玩梗的狂欢中沦为流量的牺牲品吧。其实呢，要按照这帮精神病的解读啊，任何一个作品都可以解读成是怀念明朝之作。这个六神磊来中国的一个大 V 啊，把《流星花园》也解读为道明之作，只不过他是反讽而已，结果被吃瓜邪教的这些教徒们给集体举报，连他反讽的作品都被封了啊！满汉全席是吃汉族人的肉，华伦天奴祖上是满清贵族。最近一波围绕《红楼梦》的另类解读在互联网上火了。当这些谣言与《红楼梦》道明说混杂传播，一场流量狂欢便脱离了事实。12月10号，抖音副总裁李亮公开呼吁理性讨论，拒绝盲目吃瓜。这不仅是平台的智力表态，更是对当下网络文化一种现象的直面。此类解读已成为一种生产模式，通过牵强的谐音拆解，如沙琪玛成了沙琪玛，娃娃菜被说成只有娃娃做的菜，便能不断制造噱头。这折射出了大众对历史隐秘的兴趣，但更暴露出了经典普及的困境。面对《红楼梦》这样的巨著，练习解密成了一条看似轻松的捷径，但《红楼梦》真正的答案从来不在网络热搜的臆测里。作为读者，我们应回归文本本身，去体会黛玉葬花的生命哲思，宝玉的博爱胸怀与大观园的悲剧之美。唯有如此，我们才不是在吃瓜，而是在真正品鉴曹雪芹那字字看来皆是血的不朽经典。抖音已经把这个事情给定性了。那有人说，那抖音定性了，为什么不封吃瓜盟主的号呢？他的粉丝已经到了560万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官方可能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嘛，在观察呀，这种邪教能够到底影响多少人吧。560万了，就是教徒增加的越多吃瓜是死的越彻底。你们看着吧，新华社下场了，这是新华社刚刚。近来，一些打着深入解读历史的自媒体发表一些看似角度新颖、拍案惊奇的观点，在网络引起关注议论。这种现象表面看是一家之言、另类解读，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愤怒诱饵，以制造争议、挑动情绪来获利的流量生意。有些是用野史和主观臆断替代客观史实，把复杂的历史演进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有些是脱离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和艺术本质，认为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对现实的隐喻，东拼西凑，用阴谋论替代理性分析；有些是故作高深打哑谜，将个人观点隐藏于对历史和作品的叙述中，形成我什么都没说，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的效果，故意留下争议空间。这些解读方式表面上看是披着学术探讨、文艺评论的外衣，实质上是另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当作了情绪的出口，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快垒。一些所谓提供情绪价值的重新解读，实际上只提供了情绪，而没有提供价值。不仅扭曲了史实，破坏社会共识，还可能对缺乏辨别能力的群体造成不良影响。这些内容大行其道背后是流量经济的畸形驱动，其充满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契合了一些平台流量至上的传播生态。富有争议性、观点偏激的内容，往往越容易获得点击和推荐，
进而转化为广告收益、粉丝流量。这是部分博主不关心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专注于挖掘情绪爆点。历史爱好者开展研讨、探究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获得经验和启示，本属正常兴趣爱好，但与公众讨论应建立在事实和理性基础之上。目前，一些社交平台已经开始整理搜集权威资料，对相关内容开展核查，并标注考证结果，去伪存真，遏制流量冲动。严肃的历史议题不能异化为吸引流量的道具，对待网络历史虚无主义不能退让。社交平台要积极履行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给挑动偏激情绪、制造对立的内容以传播空间。同时，鼓励严肃专业的历史知识讲解，面向大众的释疑解惑，让认识回归常识，将历史还给历史。吃瓜的教徒们肯定说，没提我们那个教主啊，新华社啊，新华社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你们教主配新华社提名字吗？新华社这是在敲打平台。新华社中国的3大官媒之一啊，这可是主流媒体吧？出来发声了，定性了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指的就是吃瓜盟主。这下子算是歇菜了吧？那些教徒们也该消停了吧？不，他们依然在作死。在这条视频底下，成千上万的吃瓜邪教徒们围攻新华社，说新华社是满夷。真的就像我说的一样啊，这就是一个邪教，这犹如当年的法轮功围攻人民日报，瞧见了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在网络上。朋友们，我说错过吗？浩哥作为油管的这个第一预言家，我看人看错过吗？啊，瞪谁谁怀孕，说谁谁进去吧。好吧，这一段时间啊，这些吃瓜的教徒们集体高潮，把这个盟主捧上了天啊，对发表不同观点和看法的人进行围剿。你包括这些大 V， 在我说过之后全出来了，张杰、向立刚、胡锡进、郭松民、郭继承都出来发表意见啊，指出吃瓜盟主的这种居心不良，不得了了啊！这些教徒又是对他们扣帽子，又是泼脏水，甚至是污言秽语，把平台搞的是啊乌烟瘴气啊！昨天的视频呢，我只是表达了一下我对那个讲历史的女博主的一些看法，结果呢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口诛笔伐，有的人讲的还挺难听不过呢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也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和做法，甚至呢有些同情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有2个非常明显的而且共同的特征。那么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呢都懂点历史但是呢懂得并不多。那么第2个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得呢都不太如意包括工作包括家庭包括婚姻包括孩子的教育等等特别是经济方面可能呢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呢他们又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现状所以呢就需要一个情绪的发泄口。结果呢他们听了这个女博主的内容之后就感觉呢豁然开朗，好像呢瞬间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感觉自己的认知突然呢就提高了自己的精神瞬间就得到了升华，好像自己成为了一个智者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多年的烦恼终于呢被解开了。原来呢自己所有的挫折
不幸都不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自己能力的问题，而是呢是别人的问题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直呢在压着自己在按着自己，使自己的才能呢得不到施展自己的能量呢得不到释放，所以呢才导致自己今天的困境。这个讲历史的女博主呢，也正是摸准了他们的脉搏知道他们的需求，所以呢就不断的向他们灌输这种观点，结果呢就越聊越得意忘形甚至呢开始信口开河胡编乱造。他表面上是在讲历史，而实际上呢是有所指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居心叵测，因为历史根本就不是那么讲的，它完全就是在带节奏带情绪。好，这个视频就聊到这儿，大家别忘了帮忙点个关注要想暴富点个关注，拜拜。如今最火的那个博主，粉丝的行为太恶臭，互联网上有观点之争，观点碰撞，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但是最近很火的那位女博主，她的粉丝却把党同伐异、心胸狭窄、无知任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他们采取了在互联网上最被认真产出内容所唾弃的一种方式，观点不同，他就开启群频繁举报的模式。他们希望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封掉所有的与他们意见相左的言论以及作者的账号。事情的起因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同时也录了视频，分析那位博主到底是谁和他为啥只恨清朝。我自认为相对的比较客观，而且我也说了，我认同他部分的观点，并不全盘否定他。对于我不认同他的观点的部分，我做了非常有理有据的反驳。我以为拿证据说话，摆事实，讲道理，这就是辩论的最起码的素养。而在互联网上辩论也是很正常的。结果不得了了，这位大博主的粉丝们一窝蜂的跑来留言谩骂评论，仿佛我刨了他们的祖坟。而且更阴暗的是，他们开始了密集的举报。看一看，我贴个截图，1分钟内有4条举报，这种频率我不相信是巧合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行为。如果一个博主他的粉丝像教派一样的行动，这是一种极度狂热的不安分和不稳定的因素。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得出，这明显就是饭圈的那套恶臭的行为。希望有关的部门来重视，管一管吧。互联网需要不同的声音，但是更需要对一些粪坑进行清除，这样才能保持整个网络环境的洁净。看来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最开始我就定性了，我说吃瓜盟主的这些粉丝其实都是底层的可怜人好多人说你这是在制造阶层对立，我只不过说实话而已。人肯定是分阶层的阶级是可以跨越的，但是呢，阶层呢，按照吃瓜盟主的教徒们的这种素养是跨越不了，因为他们没脑子呀。这里边呢我们不否认有爱国主义者，他们只是看到了吃瓜盟主的直播切片中那些正面的东西，因为他打着是一个爱国的旗号来吸粉的，并不了解他直播内容的全部，没有看到错误的观点和言论，不知道夹带的私货，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把这个教主呢视为正义的化身。第二种呢是认知能力不足者，这些人的知识贫乏，判断力低下，辨不出是非，被教主忽悠而不自知。
教主自己都撤了，删除了直播内容，这是什么信号？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你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可是呢，教徒们是被洗脑了，愣是没看出来。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都多少年了，这些人白上学了。还有一种是政治上的糊涂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教主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正合他们的胃口，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于是自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对教主顶礼膜拜。还有一种是蹭热度蹭流量，他们就在网上专找热点话题，专去凑热闹，一看教主火了，于是一拥而上，借题发挥，写点小作文赚点流量。还有一种是居心叵测者，这里边就复杂了，有1450，有精日的、精美的，也有公知的，有对现实不满的，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故意把水搅浑，故意搬弄是非。这些人不是蠢，而是坏。朋友们，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在一开始我就为吃瓜盟主定性了，这家伙是挑动中国的民族对立，制造分裂，他的危害不亚于邪教啊！我还说过一句道家的话，朋友们，你今天你再结合官方的这种定性，你再品，朋友们，到现在仍然执迷不悟的那些吃瓜的邪教徒们，就是中国最可怜的那批底层的一无所有，除了有一个汉族可以拿出来炫耀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和那些邪教徒轮子们，我通称为炮灰族。就是人类之中总有一种他生来就有基因和智力上的缺陷，他就得给别人当炮灰，给轮子当也是当，给传销当也是当，给吃瓜盟主当黄汉也是当。这些人是个可怜的失败者。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